这棵卡特兰开花了，有4个花苞凑在一起，好大一团啊！这花都挤得有点展不太开了。这个品种还特别香，味道非常好闻。至于卡特兰怎么养，之前发过视频，449期和316期。如果你想了解关于卡特兰养护方面的知识，可以看一下那2期。今天这一期您一边赏着花，我一边说一个我自己购买兰花的心得。正开着花的这棵卡特兰是我购买的第1棵卡特兰，是带着花买回来的，当然费了一些银子，但是它非常的强壮，年年开花，对于我这个卡特兰新手来说，真的是给足了面子。如果您有追踪前面的视频，或许您记得刚买回来那一年花后，它的根并不是很好。那之后呢，还曾经遭了虫害。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，又被晒伤，几乎所有的叶片都被晒坏了。在养护的过程当中，即便是出现了这么多的失误，它依然开出了这么漂亮的花儿。或许是因为这颗超强的恢复能力，让我以为我可以妙手回春，也或许是贪便宜的心理。在19年展会上，我就买了一些打折的卡特兰。当时那一盘卡特兰大致相当于1颗大一点的卡特兰的价钱，那些都很小。我当初以为是很小的苗，还没有长大。那养了这段时间呢，我觉得那可能是花场剪出来的，长得比较不好，就是比较弱的苗。因为同样的环境，同样的养护方式，那些苗始终表现就比较弱。当然，刚刚过去的夏天又一不小心让它们给晒伤了，这就更加的孱弱了。通过这些经历呢，我的体会是什么呢？我是这样觉得，有一些植株本身的身体就是比较弱的，并不是养护的好与不好的问题，是它本身就非常的弱，即便给它非常好的环境，它还是很弱。就像是在兰花养殖场一样的标准化的养护环境、养护方式，也是会有一些苗长得不好，就是被剔除出来的比较弱的苗。我在想，要把这种比较弱的苗养到强壮，在家庭这种环境下，或许会很困难。所以我觉得，今后如果我再买便宜的花，需要分清情况。如果是花后打折，那这个是可以的。而像那些生病的、体弱的，就要三思了。自己真的有妙手回春的能力吗？